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江苏的扬州。扬州这座城市呢，可不得了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评选为世界美食之都。哎呀，你一听这美食之都啊，来这儿吃美食准没错。而且这座城市呢，从古至今啊，都是令人向往的一座城市。你比如说这个乾隆皇帝啊，6次下江南，那每一次呢都要来到扬州。再比如说这普通人呢，挣了钱发了财，也要来到扬州，叫腰缠10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这10万贯，大家一听啊，哎，这10万贯能有多少钱？其实也不多啊，折合现在人民币呢，就2-3千万啊，2-3千万。还有文人墨客呢，是烟花3月下扬州，这李白写的诗啊。让阿星一听，好家伙，这么多人呢，都要来到扬州，咱也就手持摄像机，搭个飞的来扬州。而且我来的这个月份呢，正合适，就是3月份。这李白都说3月来这风景最好啊，谁说的？农历3月，搞错了，这古人都是按农历。那行，那下个月再来吧。下个月啥时候放？不是我说的就烟花，不放烟花吗？那么来到扬州吃早茶呢，有名的这啥口音啊？那么来到扬州吃早茶呢，这有名的茶社有很多啊。对了，人家这儿叫茶社，那不叫茶楼，和广东是不一样的。那当地讲究呢是3春1园，哪3春呢？富春、野春还有共和春。这个1园呢就是趣园，这里头最贵的就是趣园。那今儿呢咱就不吃了，因为这吃不起，不是倒不说吃不起，因为它太贵了，这个价位啊它不具有代表性。那还有一个呢性价比比较高啊，也是个连锁店啊，那大街小巷都能看到，叫做花园茶楼。这个呢也不吃，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更像是吃早饭，它不像是吃早茶。所以说呢，综合来讲，咱就吃这个，叫台北春，不是啊，这个野春啊，野春，这是3春之一的，也是家老字号，来尝尝野春茶社。明档都在这现包的蟹黄汤包。这个点来呢，因为10点多了，人不是很多。你看，来到扬州吃早茶，就和广东是完全不一样。那广东呢是做好了，要么是你自己拿自助的，或者是呢人家推个小车，你看见啥就开始选。在这儿呢是点菜的，你看我点这个菜，说是老店啊，直接给你来个扫码点餐。我还想看那个菜单呢，所以说呢来这儿吃饭尽量一次性点好。如果你再加菜中间可能会有别人就很慢。谢谢啊。绿阳春茶上来了。真是够讲究的，就直接就这么一个杯子。看来这和广东早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广东早茶呢，相对来讲还是精致一点可能也是因为这家店的这个定位就是这样子。一杯茶呢20块，绿阳春，这个绿阳春呢是江苏仪征的这个茶叶那很有名的。那大家一提这个江苏的茶，就想到碧螺春苏州洞庭山的碧螺春。其实呢，这个绿阳春呢也很香，离这么远这个香味就很浓。不错，很香。
好，菜就上齐。哎呀，这一顿太丰盛了，全都是面点，各种各样的面点。那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儿还是接近北方一点，就相对于广东的早茶来讲，而且广东这个早茶呢，蒸笼是特别的小。你看这蒸笼多大，那反而呢，菜是比较小的。小盘的菜，千层油糕，这是3丁包和5丁包，这个呢是松子烧麦是4个，野春蒸饺，烫干丝，蟹粉狮子头，这个呢是10香菜。哎，这2个可就厉害了，这一次吸俩。蟹黄汤包给发了个吸管，你看这有意思吧？吃包子还得吸，但是啊，这是业余的吃法是吧？你像阿星这不用，看这个皮有多薄啊，哇，里头是一窝汤，咣咣咣，这个感觉。吃这个包子呢，不能放在中间，哎。要往边上放一点，留出来这么一块，这是为啥呢？有一句话是先开窗后喝汤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咱先开个窗啊，要不然得烫死你。看见没有？里头这个汤，哇，太多了，蟹黄汤汁。现在知道为啥放到边上了吧？哇，太鲜了。但是呢，没有腥味儿。有些店啊，它会给上面放一些姜丝。比较去腥，但这个呢没有。哇，绝！都说这个淮扬菜很讲究，你看你喝汤你就喝汤，你吃包子你就吃包子，也是把汤和包子放在一块儿的。哇，其实全是汤，就没有任何的固体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包子皮，晶莹剔透的包子皮。那很多朋友就觉得好奇，这么多汤它是咋包进去的？哎，其实呢这是有技巧的。包的时候呢，加了很多这个猪皮冻，然后呢放了鸡汤进去熬制的，所以非常的鲜。这个猪皮冻一加热呢就有汤了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包子如果你放凉的话，这个馅儿它就成固体了。这喝起来也是黏黏的，有点那种肉冻的感觉。哎，不敢喝了，再喝这皮没法吃了。你看这包子吃的好家伙，光剩皮了，不过味道确实不错，很精致的这种感觉。这么好吃的包子一个多钱呢？一个20，这价位不便宜啊。他家20块钱算便宜的，那有的能卖到30-40，为啥这么贵呢？一个就是真材实料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制作非常的麻烦，要把这个螃蟹蒸熟以后啊。拿特殊的工具一点一点把这个肉刮出来，你想一下，好家伙，这是多费劲！吃这个蟹黄汤包呢，除了拿吸管还有开窗之外呢，还有一种骨灰级的吃法啊，当地这老饕才知道啊。怎么吃呢？提一提之后呢，哎，它就有点变形，然后直接在这儿咬开。看见没？多少汤？那这么咬有啥好处呢？直接可以拿勺子喝。你看这多方便！这样吃呢，一就不会被烫伤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喂小朋友比较方便，直接可以拿勺子喂。喜欢吃这个酸口的，可以加点姜丝，加点醋，镇江香醋。这个蟹黄汤包呢，在整个江浙地区啊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有，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江苏。据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来到这儿还吃这个给烫了一下子，你看这一听就瞎掰。你说你烫刘罗锅，我相信；你说吃包子烫乾隆，这店家他有10个脑袋是不是？那不得给乾隆发一个啊塑胶吸管是不是？啊，皇帝您嘬，拿这个嘬。好的，爱卿啊，咱也嘬嘬啊。你别说，这嘬着确实费劲，里头有这种蟹肉，一弄就堵住了。说了半天汤啊，它这个面其实也很筋道，用的是高筋面粉，然后是烫面，吃起来是弹弹的。连吃2汤包呢，的确有点腻啊，这一下40块钱就没了，你看这挺贵的。扬州有句话是白天皮包水，晚上的是水包皮，啥意思呢？皮包水就喝这个茶，这肚皮这包了水，这早上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扬州泡澡，泡澡呢也是扬州很有历史的一个文化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扬州人啊，这从古至今啊，他就富裕，这生活水平挺高的。你看成都有个词儿叫安逸，是吧？那来到这儿呢，就是舒服啊，休闲舒服。不错。晚上咱也泡一泡，搓一搓。乾隆下江南呢，除了吃这个包子啊，汤包，还吃了一个包子，啥包子呢？5丁包啊，这个是5丁包，这个是3丁包。掰开看一看，这3丁是哪3丁呢？猪肉丁、鸡肉丁，还有笋丁。
味道不错。这里头加了很多糖，吃起来甜甜的，有点像叉烧包那个味道。来到江浙这一带啊，真的是太爱吃甜了，连这个面里头感觉都有甜味儿。这些包子呢，全都是现点现做，都是现包的。那乾隆吃的是哪个呢？哎，吃的是五丁。哇，你看到没？这个黑黑的是啥？海参。除了海参呢，还有虾仁儿。多了这2丁呢，这个5丁包比3丁包贵多钱呢？贵10块。为啥贵10块呢？就是因为乾隆吃了，是吧？乾隆吃完，当时来就，哎呀妈呀，这太好吃了！你数一下，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好吃了，10个字儿。这10个字呢，1个字就1块钱。不过都是开玩笑，里头这个海参和虾仁呢，它可能成本贵，但是那也没有10块钱那么贵啊。这个5丁包里头的5丁啊，对应的是鲜香脆嫩补，你看都是有说头的，所以说呢，这是贵了10块钱。除了5丁呢，还有10丁，是吧？一会儿你去问一下厨师长，哎，厨师长，你给我来个10丁包。10丁包里有啥呢？这厨师长就会跟你说，除了5丁这5丁啊，还有是叮叮叮叮叮叮，再来点这个野春蒸饺，还是肉馅儿。哇，一颗大肉丸啊！这个好吃，怪不得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啊！这个比蟹黄汤包都好吃，关键是这个肉很香。非常漂亮的松子烧麦，而且这个烧麦个头挺大的，看里边满满的糯米，然后呢还有这种松子一颗一颗的。这样的烧麦啊，就是南方特色，那北方呢一般都是有肉馅的，有点油，里头这个吃起来像酱油糯米饭那个感觉。当然呢，松子也很香。本来呢，我想点翡翠烧麦。啥叫翡翠烧麦呢？就里头是青菜馅的，把青菜剁碎了，看起来呢颜值很高，但他家没有。再尝这个千层米油糕。所谓千层油糕啊，有多少层呢？当然没有1000层啊，是64层。为啥说64层呢？就是因为人家折来回折，就折多少下就出这个64层。它用啥做的呢？就是糖还有猪油丁，听着挺腻的，尝尝味道如何？微微的甜味，感觉呢这个更像蛋糕一样。这个口感呢也很韧性啊，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，你看咬起来特别的韧。听着是猪油丁啊，一点不腻。你看这个扬州的面点都很有讲究，这个呢64折，这个呢就是26折，这个18折，蟹黄汤包呢是28折。这讲究一点的店呢，就是按照这个工序，那就出来这些折。我看这阻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，那就是美食，是不是？这聪明才智啊，全用到吃上了。你看，再尝这个狮子头，来到扬州啊，一定要吃这道菜。这个是蟹粉狮子头，上面有一些蟹肉，然后猪肉，白白的呢就是马蹄，吃起来脆脆的。这个汤呢应该是高汤鸡汤，大肉丸啊。你来已经到了，我们不要点了，我们太香了。看这个横截面里头多少肉，哇，有一点点蟹的味道，然后就是猪肉的香味儿。吃了这么多面点呢，咱来点菜啊。这个是烫干丝，可以说是在扬州吃早茶的必备。有一点姜丝、香菜，然后这个呢是虾皮，当地叫开阳，然后底下就是白白的这个干丝。这个干丝是啥嘞？其实它是当地的一种豆腐干，叫白豆腐干。把这个白豆腐干呢片，然后叠加在一起，然后哒，刀工就来了，就切成了这个。很多人以为呢它是豆腐皮儿，那当地呢叫百叶，它其实不是豆腐皮儿啊，就是拿这个豆腐干切的。这是一道凉菜，但是为啥叫烫干丝呢？就是因为啊它制作的时候要拿这个100度的开水烫3遍。那烫的时候呢，就把这种豆腥味还有豆渣去掉，还有呢就是让这个口感更加的润滑。然后上来以后呢，就是有点温热的感觉，它属于是凉菜啊。为啥要烫啊？因为你不烫的话，这个豆干太干了。吃这个怎么吃呢？哎，从底下掏。当地有个说法啊，叫掏塔或者是偷塔。为啥要掏呢？这也是有讲究的。你看这个汤汁在底下是不是？你要不从底下吃啊，那上面就没味儿，那底下呢就咸的要命。所以呢，顺序就应该是从底下往上吃，一点一点掏。豆腐干的香味非常的浓郁，然后这个酱汁呢是微微的一点酱香味，有一点香油的味道。哎，那有的人又要问啊，那不能把它打散了吗？那打散了泡的时间长，它还是咸呀。最关键的是啥嘞？你打散了这不好看不是？最主要的是这个淮扬菜啊，一定要讲究，就是颜值高啊，咱就不能打散，就从底下掏。
来点姜丝儿、香菜。最后呢，再尝尝这个十香菜。这个菜呢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，就是一个凉菜，感觉像个杂烩一样，哎，大有讲究啊！这就是扬州人逢年过节吃的，各种各样的菜，什么笋啊，还有酱菜，这扬州酱菜也很有名，还有就是豆腐皮儿。十香菜啥意思啊？十全十美，寓意很好，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。哇，我觉得这道菜啊，下周可以。其实说到在扬州吃早茶呢，那没有像我这么吃的，那我确实是来吃饭来的。那大多数的人，哎，就像这样，一些好友啊在一块儿啊，就互相聊天啊，一边聊天一边吃。这个呢就是社交。你看古今中外啊，就是吃饭，其实它就是一种社交。这古代的扬州就很富裕，那很多盐商呢早上起来用餐啊，互相聊聊天，然后吃面点，吃菜，喝茶。这久而久之呢，就产生了这个扬州的早茶文化。这就叫沏上一壶清茶，陪上3两好友，吃个4、5茶点，聊他7、7、8、8。哎，那有的朋友说这1、2、3、4咋没6了？你看我说的6不6？已经点好了。吃完早茶呢，想要消消食、溜达溜达，那在扬州最好的去处就是逛一逛园林。那扬州的园林有很多，最有名的就俩，一个就是个园，还有一个是河园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苏州园林特别有名啊，其实来到扬州也不差。今儿呢买张票45，逛一逛个园，来。这里呢就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格，这么漂亮的园子呢，其实是个私宅，是谁的嘞？清代著名的盐商黄志云。为啥叫个园呢？你看啊，因为竹叶的形状呢，它就是一个个字，你看个，这个也是个。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黄志云，他这个云啊，也是竹子这个意思，所以整个园林的风格呢，就是点名主题就是竹子，而且这竹子笔直的，非常的好看啊。怪不得苏东坡有句话这么说的，是食无肉可以，居无竹不行。那古代啊，就特别爱种竹子，尤其在家里头种了竹子呢，就是竹报平安，这个寓意也很好。要说这古代盐商真是有钱，这明明就是个公园嘛，这竟然是人家家，这太漂亮了。而且他当时打造的时候是按照春夏秋冬用这种石头来堆叠起来，4景，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园子里逛完呢，是1年4季的景色都能欣赏得到。从个园出来呢，看我发现一个啥？磨剪子、抢菜刀，这多少年没见过了。磨剪子，哦，老式的是吧？手摇的。这就讲到扬州的这个3把刀很有名，这理发刀，还有修脚刀，还有切菜刀。
在这儿呢，不仅遇见磨剪子的，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研究院——扬州八怪研究院。这听着挺怪的，其实这扬州八怪呢是清朝的8位书画家。然后在这个研究院的旁边呢，扬州搓背馆。早茶呢就是皮包水，咱体验了，现在体验水包皮，就是扬州搓背馆可以泡澡啊。据说这个扬州的师傅技法纯熟，给你搓完之后还在你的腰上啪啪拍这么2下。哎，我就为了体验这2下，咱试试。这里边不能录像了，好，那就这样。